图文快印现状之价格战的弊端。在第一篇囚徒困境中，我从员工的招工难引出我们行业的困境。招工难或者说留住员工难是所有图文店都要面对的困难。难以留住员工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工资太低，就像我在前面论述的那样，一个行业如果员工做4-5年工资还只能拿到6000，那么这个行业是很难留住人才的。太低了，这个工资水平在其他行业来说都只是中等偏下的水平，而这个工资却是我们最好的员工所拿的工资。离开行业和公司，也就是员工必须去口。长期的低利润不仅仅只是员工招工难，还有很多的问题，譬如机器的更新换代问题，公司老板和员工都难以成长的问题等等。今天我想具体的分析下，一个长期的低利润行业究竟会给这个行业带来什么。员工，首先我想从行业最基础的员工谈起。员工是这个行业的基石，老板是建立在基石之上的建筑，如果基石不稳定，建筑也只能摇晃，这个行业也就不会有发展和前景。员工的流失严重是我们每个老板都要思考的问题。每年年底和年初都要去招工，年年如此，年复一年，极少能够有留得住的员工，短则几个月，长则1年，就要重新去招募人员。每次看着不断走掉的旧人，换来并不熟练的新人，我们或许应该想想怎么样去留下那些熟练的员工吧。就像我前面所说的，这个行业的低利润导致很多老板为了应对高企的房租和材料的上涨，老板们只能无限制的压低员工工资，用新员工补充老员工的流失，也就是请2个3000的学徒工去弥补熟练的老员工，付出的工资一样，却可以招募2个员工。这样的做法也会造成很多的问题，新员工做事不熟练，出错率高，而且和客户要重新建立联系，很多东西也要重新去教。这些问题都需要老板花费大量的时间。员工由于低工资又没有前景，所以只能不断的换工资，以求高一点的工资，或者离开这个行业，进入其他的行业。对于很多员工来说，如果不能离开这个行业，那就只能剩下一条路走了，自己去当老板。这也是我们这个行业为什么泛滥的原因。每隔3年，街面上的图文店会多1倍，因为又有一批人出来开店了。老板们以为一直压制员工工资会对自己有利，实际上这是这个行业最大的错误。很多熟练的老员工离开，不仅仅给公司带去了损失，技术和新员工不熟练业务，而且因为他们多数会选择自己开店，自然而然的给自己制造了一大批的竞争对手。每年都会有很多新店如雨后春笋般长起来。员工的想法很简单，如果我不能靠工资养活自己和亲人，又不想离开这个行业，那么我就只能自己开店。每3年店面多1倍，让所有的人都吃不消了，整个行业最终陷入了囚徒困境。这或许是老板们没有想到的吧，改变公司的方式，或者是现在很多老板要重新思考的问题。老板们作为这个行业上层建筑，却很少有思考整个行业这个问题，想的永远都只是自己这个店。我想这应该仅仅只是一个店长要考虑的事情，而不是老板吧。绝大多数的老板只把自己当成一个店长，这样的人绝大多数都是被逼出来做老板的。如果有的选择，或许他们更想也更愿意做一个员工吧。稳定的工作，拿着一份可观的收入，不需要想的太多。老板引领的不仅仅只是公司，而是要成为行业的领导者。这或许是现在图文快印很多老板们不曾考虑的问题，因为他们仅仅认为自己是一个店长而已。老板们在长期的降价战中是战争的发动者，也是受害者。长期的价格战让自己利润大幅度缩水，堪堪只够让自己生存而已。每天却要操心那么多事，里里外外忙忙碌碌，却没有多大收获。1年10到20万收入，真的叫做收入吗？现在开一个店怎么都要20到30万，机器用3年就基本上要换了。如果你的收入1年只有10到20万，实际上你只是兑现了你的机器钱而已，然后再加上自己那点微薄的工资，3年之后你的机器又要重新换新的。所谓的收入又在哪里呢？由于采取用低价新员工来弥补流失的老员工的策略，老板们年年要培训新员工，还要承担新员工不熟悉业务给公司造成的损失以及效率问题。大多数时候由于员工技术不到位，老板们只能辛苦自己，这样年复一年的重复，从早上一直忙到晚上，
自己不曾解脱出来，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耗费在这些上面。老板没有时间去学习新的技术和知识，没有进步的老板过的只是时间而已。老板们因为过低的利润，只能一心在自己的店里，这么微薄的利润，没有时间去进修，更没有时间去陪伴家人和享受生活，有的只是日复一日的重复昨日之事。提升自我和学习知识，这或许对很多老板来说是天方夜谭吧。得不到提升又不能学习的人，你真的看得到自己的未来吗？机械设备如果不能开源，那就只能节流了。节流的方式之一是压低员工工资，另一个则是延长设备的更换时间，让设备用得更久点，这样来提高设备的使用率，节约公司成本，这是很多老板们都采用的策略吧。一台写真机怎么都要3万，一台喷绘机7到8万就很正常了吧？但是行业这么低的利润，要做多少才能赚回机器钱呢？当你赚的差不多的时候，你的机器也就要换了。你3年来可以说没有得到多少收入，因为买机器又花掉了你手里仅剩下的那点积蓄。很多公司为了节流，延长机器的使用寿命，虽然延长了机器时间，但是却失去了公司另一个更重要的东西，那就是品质。现在虽然价格越来越便宜了，但是却没有一家让人放心的厂家，因为多数都是在牺牲品质的情况下来报低价格，可以打6 pass， 我却坚决只给你打3 pass， 这是很多老板的选择吧，只为了更低的价格。有很多时候喷出来的东西自己都不忍直视，却只能硬着头皮交给客户。自己明明知道我要换一台机器了，但是想想现在的利润，再想想机器的价格，就只能再拖了，明年吧，或许经济会好转呢。机器老化和效果太差，这是很多老板都面对的问题，却只能一直这样拖延着，希望拖过这个寒冬，这样或许那时候就可以换机器了吧。但是我想结果只能让你失望吧。造成利润低下的最主要原因不是经济寒冬，而是我们打了10几年的价格战。如果一切依旧以价格便宜为准则，那么这样的情况只会一直延续下去。技术，这个或许是我们这个行业因为低利润造成最大的损失吧。技术最大的承载者就是员工，老员工不断的流失，对于公司和行业来说，怎么可能会有技术积累呢？老板们为了自己利润更大，只能强迫员工做更多的事，压榨了员工的上升空间。很多员工从早上8点做到晚上10点，这样的时间怎么还可能学习呢？哪里有时间和精力学习嘛？员工的个人价值被剥夺了，这也是很多员工选择离开的原因吧。我有一个朋友跟我抱怨，今年做的事和去年做的事情没有任何区别，感觉自己没有任何提升。一个人如果找不到自己价值的时候，他不离开，留在这里又有什么用呢？我们的老板们太涸泽而渔了。其实员工提升个人价值不仅仅好了员工，对公司来说也是好事。我们其实可以向很多领域发展，比如可以加入效果图的制作、CAD 的设计以及影音的制作，这些技术的提升于公司和整个行业来说都是非常好的。老板们就更没有时间储备技术了，那么忙，一点空闲都没有，哪里有时间去学习技术和管理办法？提升自我在很多老板看来根本是无关紧要的事。今年和去年做一样的事情，不仅仅是我们的员工如此，老板们何尝不是如此呢？不能去开发更大的技术空间，也就不能开发新的产品，只能在更低的价格里面竞争了，直到大家都死在里面。低利润造成的弊端不仅仅只是我上面说的那些，因为利润低也就更难完成资本的积累，更难去完成并购和兼并，行业的秩序会一直混乱。利润低是以牺牲质量为前提，导致自己公司信用受损，于客户来说也是损失，他们很多时候只能被迫接受残次品，因为我们的利润不允许我们返工一次，一旦返工，图文店就只能承受严重损失，这也是很多老板不愿意重做的原因。客户多数情况下只能接受这些次品，而拿不到优品，而图文店失去了一个忠诚的客户，自己的店声誉也会受损，于谁都不利。保护价格，保护利润，这是我们行业的生命线，失去利润的企业最后只会灭亡。